喺今個暑假啦，就會先有咧喺德國舉行嘅歐洲國家杯，然後緊接啦就係巴黎奧運啦，而令到啦今年嘅電視機推出週期可以話咧大幅度咁樣提早啊，可以令到啦消費者把握換機時間迎接兩大運動盛事。不過打頭陣上市㗎啦，繼續咧會係韓國品牌 Samsung， 而佢力谷嘅產品亦都繼續係佢哋咧 Leo QLED 8K 嘅電視啊。咁究竟今年進一步加強着墨喺呢個 AI 嘅佢哋，實際表現會係點呢？睇完呢一條片啊，大家咧應該可以略知一二噶啦。大家好，我係 Ray，歡迎嚟到 viewsan.com。咁喺正式開始今日嘅 review 之前，提大家，如果想接收最新嘅影音資訊、產品評測或者教學影片嘅朋友咧，記得訂閱我哋 viewsan.com 嘅 YouTube channel，follow 我哋 IG 同 like 我哋 Facebook， 有最新嘅影音資訊會喺呢 social level 同大家分享嘅。如果大家中意一條片咧，就記得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因為呢三部曲咧可以令到呢條片推送俾更多人睇。唔該晒大家先。咁今日同大家試嘅咧就係咧2024年咧第一次正式測試嘅全新電視機嘅，咁咧就係咧 Samsung 嘅 Leo QLED 8K 裏面咧嘅旗艦型號 QN98D 系列啊。好啦，咁啊，今次啦，我哋測試嘅 QN98D 啦，就同佢哋嘅兄弟作 QN88D 一樣咧，係 Samsung 今年嘅 Leo QLED 8K 電視系列啊。咁兩者咧都會一樣用咗呢個 Mini LED 嘅背光，當中咧 QN98D 就會有85寸、75寸同埋65寸嘅型號，而 QN88D 啦就只會有咧75寸同埋65寸嘅選擇嘅。兩個系列啦都同樣咧主打最新嘅 AI 晶片，咁分別用咗咧 NQ8 嘅 AI Gen 3同埋 NQ8 嘅 AI Gen 2處理器。兩者咧會各自擁有多達512個同埋256個嘅獨立 AI 神經網絡。咁喺數量上邊咧係會比起上年嘅 Leo QLED 8K 嘅64個咧大幅度咁樣增加。咁亦都啦，因為受惠於當下啦呢一粒咧 Samsung 最強嘅 AI 晶片，今次測試嘅 QN98D 咧就搭載咗呢個 8K AI Upscaling Pro 嘅功能啊，可以令電視機啦可以 AI 分析任何解像度嘅影像內容，再做呢個 8K 影像真線嗰陣啦，都可以有更加理想嘅效果啦。咁配合 AI Motion Enhancer Pro、Real Depth Enhancer Pro 等等嘅功能咧，就可以全方位由銳利度、流暢度同埋深度啦，去強化呢個畫面。仲會預計啦喺短時間之內啦，就會透過咧呢個 Firmware Update 咧，追加全新嘅 AI 智能定製模式。呢個模式咧就會根據內容同埋用家嘅使用習慣咧，自動記憶用者嘅偏好同埋咧調整每個場景嘅畫面啊。咁就令到你啦，好似擁有一部咧內置咗 AI 機器學習功能嘅電視機咁樣啊！咁至於仲有啲乜嘢同 AI 相關嘅功能呢？咁一陣間啦，示範呢個 Tizen OS 界面嗰陣啦，就會咧再逐點咁樣去講解噶啦。咁另外啦，除咗繼續有呢個遊戲模式嘅選單之外咧，今次嘅 QN98D 啦，仲會支援顯示高達咧 4K 240Hz 嘅高幀率畫面啊，亦都係咧當下電視機啦最強嘅規格啦。咁外形上邊就會咧採用呢個 Infinity Air 嘅無盡懸浮設計。咁今次我哋試嘅65寸型號咧，個屏幕更加只係咧 12.9mm 厚啊。咁所有接駁端子咧，亦都繼續咧設喺呢個整合式嘅 One Connect Box 上邊。咁而呢個 One Connect Box 啊，仲會有咧相關嘅遮蓋咧，可以用作收納接線，令到啦講究外觀設計嘅朋友啦，都會咧十分之滿意嘅。就咁入呢個主頁嘅時候，其實個分別就可能會覺得唔係好大。咁首先就會喺主界面有探索同埋應用程式兩 part 啦。咁探索上邊啦，其實就會有一條清單。咁呢條清單咧就係一啲常用嘅輸入同埋你嘅串流平台等等啦。咁呢啲串流平台嘅內容咧，亦都會下邊咧顯示翻晒佢建議，又或者係你睇緊嘅內容嘅。
咁而喺應用程式上邊啦，就會有一啲佢推薦嘅 app 啦，同埋咧 download 咗嘅 app 呢條 list 咧都可以喺度睇到啦。咁而喺左邊呢一個界面度啦，就有一個咧新增嘅分類嘅，就係叫做咧 Daily Plus 嘅。咁喺 Daily Plus 呢一個界面啦，預載咗就係 SmartThings 啦、Workspace 啦，同埋你可以 download Philips Hue 呢一個功能嘅。咁先講 SmartThings 啊，最主要新增嘅東西咧就係咧一個地圖檢視。咁呢個功能咧將會咧有一個 2D 顯示或者 3D 顯示嘅模式。咁呢個模式咧就係同一個 SmartThings 嘅 login 咗同一個 account 啦，然後咧佢就會即刻辨識到你連接咗呢個 SmartThings 裏邊嘅一啲智能裝置，包括智能燈啊，又或者啲 hubs 啊，同埋咧電視機。如果你有2部電視機，好似我哋咁樣咧，佢亦都會可以顯示晒。咁同埋咧，佢係可以即時 control 到啦呢一啲咁嘅裝置嘅。咁同埋咧，其實係可以咁樣旋轉咁樣顯示啦。咁另外啦，佢亦都喺呢一個 Daily Plus 裏邊啦，加入咗咧 Workout Tracker 呢一個功能嘅。咁呢個功能咧，最主要就係如果係用緊 Gear Watch 第4代以至更新嘅型號都好啦，咁就咧喺你做緊運動揀咗呢個 Workout 嘅時候咧，就可以將你嘅錶嘅畫面咧喺翻你嘅電視機顯示啦。咁同埋咧，其實係可以改變嘅大細啊、顯示嘅資訊啊，咁樣全部都可以咧透過電視機度做到。咁同埋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一個界面上邊咧，佢亦仲有一個在家訓練、踩單車同埋跑步嘅一條 playlist 咧，俾你去揀翻。咁之後咧，佢就會跳入 YouTube， 然後咧就可以有一啲 workout 啊、單車啊同埋跑步嘅片咧，俾你去一邊睇一邊做運動噶啦。咁然後最後咧 Workspace 呢一度啦，亦都可以咧直接連接你嘅 Mac 或者 Windows 嘅電腦咧，喺呢個電視機上邊用翻相關嘅功能。咁你亦都可以咧跳入 Workspace 呢一個主界面裏邊睇到晒呢一啲嘅設定啦。咁無論 Windows 好 Mac 好，甚至係你用緊 Samsung 嘅智能裝置可以支援到呢個 Samsung Desk 都好啦，你都係可以咁樣去連接完，再用你嘅 USB 或者藍牙嘅 Keyboard Mouse 駁落呢個電視咧，咁就可以咧直接操作呢啲電腦噶啦。咁另外 Philips Hue 啦，佢今年亦都係一個新增嘅功能啦，就可以咧連動翻你嘅 Philips 嘅智能燈咧，咁去做翻一個氣氛燈嘅效果。不過咧係需要俾月費或者一次過買斷嘅。好，咁另外啦喺設定上邊啦，今年都有少少唔同咗，就係咧入咗去設定呢一 part 啦，第一個選項咧已經係所有設定啦，咁之前就唔係嘅。咁另外咧值得一提咧就係音效功能上邊啦，今年咧仲會加入咗咧叫做 Auracast 嘅功能嘅。咁呢個功能嘅理解就係咧電視機就好似做咗一個藍牙嘅廣播，咁只要啦你嘅藍牙耳機又或者其他嘅藍牙裝置咧，未來都係同時間支援到呢個 Auracast 嘅功能咧，你就可以接收咗電視機嘅聲音信號噶啦。咁呢一個功能咧係唔限數量嘅。之後就係咧生活呢個位，然後咧就揀翻 Energy。咁之後咧就會見到有 AI Energy Mode 呢個模式，咁 turn on 咗佢，咁你就可以見到咧電視機同步咧，亦都會顯示翻你已經係開咗呢個 AI 嘅 Energy Mode 啦。咁呢個 AI Energy Mode 咧，其實仲可以揀咧最大散電啊，或者係碳強度同埋自定嘅。咁佢咧就會掌握翻你現場環境嗰個光度啦，同埋影片內容做分析啦。咁然後咧就自動調節翻顯示內容嗰個亮度，從而達至咧可以節省呢個能源嘅。咁其實咧，而家智能電視啦，亦都越嚟越多佢嘅 Smart TV 嘅功能啦，需要 log in 咗你嘅電郵，甚至係掌握咗你一啲個人嘅資訊嘅。咁所以咧，其實 Samsung 近年嘅電視機咧，同佢嘅智能電話又或者佢嘅電腦一樣咧，都開始加入咗啦一個叫做啦 Samsung Loss 嘅一個保護嘅機制嘅。咁確保你嘅智能電視啦，都可以有一個咧全面嘅保護啊。咁所以咧，令到你可以喺用呢個 Smart TV 嘅功能嗰陣咧，就更加之放心啦。咁先講佢即係整體嚟講 overall 個畫面表現啦。咁有幾樣嘢，我覺得呢部機好嘅地方咧，第一就係真係個光度係非常之足夠嘅。咁咧上年試嘅機咧，我已經覺得其實個光度喺一般開咗燈嘅環境都絕對足夠有餘㗎啦。咁而今次呢啲機咧係 feel 到佢嗰個最高嘅亮度咧係真係再有一個好大嘅提升之餘咧。
其實一般嚟講未必需要用到咁盡嘅顯示光度嘅。呢方面係可以微調下，你唔使下下開到爆晒咁樣去顯示翻嗰個畫面嘅亮度。咁但係咧，佢係真係有咁嘅潛力去做。咁對於你未來如果真係喺一啲 HDR 內容去做到咧最高嘅光度好強嘅時候咧，呢啲機就有咁樣嘅寬容度咧去顯示翻呢啲內容。我自己覺得咧都係一個優勢嚟。咁其次咧就係雖然佢光度好強，咁但係咧另外一點，我覺得比起之前幾代嘅 Leo QLED 8K 有一個好大嘅進步咧，就係佢嗰個 Local Dimming 嗰個控光嘅能力咧係高咗好多。咁今次呢一部 QN98D 啦，即使係顯示緊一啲全黑嘅畫面，然後咧你就會有少少即係例如啲 Netflix 嘅標誌啊，又或者某個電視台嘅標誌喺度顯示翻嘅時候咧，今次呢一部 QN98D 咧，我真係覺得佢係已經做到一個咧好接近自發光技術嘅純黑效果啦，而且咧呢一個純黑嘅效果咧，亦都對於整體嘅畫面嘅立體感咧有一個提升嘅。咁就係咧，因為佢個黑位夠沉實，然後個暗位亦都有一個顯示嘅能力啦，咁令到整體個畫面嗰個對比度咧係真係可以做到更加之高同埋更加之理想嘅。咁另外咧，亦都因為佢嘅光夠力嘅關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個顏色出嚟咧，亦都係可以做到鮮豔，冇出現一啲例如成日會有機會有問題嘅綠色啊，又或者係紅色有啲熒光感咧，咁呢部機都冇嘅，咁都係一個自然同埋討好嘅顏色表現嚟㗎。咁另外一點啦，我自己想讚嘅地方就係外觀嘅設計啦。Leo QLED 8K 啦 ，Samsung 咧都已經出咗一段時間啦，即係都已經有幾代嘅發展啦。咁今年咧，的確佢嗰部機咧係做得更加之纖薄，係幾明顯地薄咗好多嘅。咁呢個嘅好處就係對於你掛牆嘅朋友嚟講啦，就可以更加之貼牆，同埋更加之唔會好似有一嚿好大嘅嘢喺你屋企啦。咁對於成個家居環境嚟講咧，都係體貼嘅。咁其次就係咧，佢嗰個超右邊框嘅設計咧，係今年我真係真真正正 feel 到咧，喺熄咗燈睇緊個畫面嘅時候咧，佢真係完全貼邊。電視機即使係座台都好啦，嗰個懸浮感咧係好強嘅。呢個咧亦都係咧，我覺得比起上一代有一個明顯嘅進步，就係喺外觀上邊，同埋呢個邊框係令到你個觀感咧都係有一個好好嘅提升嘅。咁所以咧，如果對呢部機有興趣嘅朋友，都不妨咧可以體驗下，即係除咗畫面表現之外，呢個外觀嘅改變咧係咪會帶嚟呢一個優勢喺度啦？咁我會分3 part 嚟講啦，咁其實就係 upscaling 啦，然後就係 motion 啦，同埋咧人物嗰個立體感，即係嗰個深度嗰樣嘢咧，佢都係有一個各自有 AI 嘅功能去提升咗嘅。咁呢3部分咧，其實都冇咧一個好明確，你唔可以喺個 menu 裏邊 turn on turn off 嘅。咁但係咧，今次喺 Samsung 呢一度咧，就透過呢個 NQ8 嘅 AI Gen 3嘅晶片啦，就做咗一個咧 8K 嘅 upscaling 啦。我會講咧呢個表現喺你播緊一啲無論Full HD 又或者 4K 嘅內容都好啦。如果呢啲內容本身嗰個位元率，即係個 bit rate 夠嘅時候咧，咁佢係可以令到你啦喺一個 8K 解像度嘅顯示器裏邊顯示呢啲內容嘅時候咧，都唔會出現一啲起格啊、爛晒啊個畫面嘅效果。但係如果你想追求一個真係同 8K 原生解像度一樣咁理想嘅表現咧，咁我自己覺得就即使做咗 AI 嘅 upscaling 都未去到呢一個級數嘅。4K 嗰個差距會細啲，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 expect，如果你播緊 Full HD 令到佢好似有一個 8K 內容咧，咁啊梗係唔可以噶啦。但係咧，佢的確係可以改善到用一個 8K 咁高嘅解像度去顯示緊一啲 Full HD 嘅內容。以往咧就有機會會見到起格啦，同埋係鬆散啦，同埋個畫面係爛晒咁樣嘅效果。咁呢個 upscaling 之後咧，係可以改善咗呢個地方嘅。咁根據咧 Samsung 品牌啦，佢喺做開發嘅時候，曾經咧喺美國同埋韓國咧做咗一啲 research， 普遍嘅普羅大眾即係去參加試睇嘅朋友咧，都會發現咧，其實 8K 嘅原生內容咧，同埋 8K 嘅 upscale 內容，其實嗰個差距咧唔係真係想像中講到咁大嘅，甚至係咧數字上邊啦，係90% 嘅試睇嘅朋友咧，都係分唔到究竟佢係 8K 嘅原生內容定係 8K 嘅 upscale 內容嘅。咁所以咧，今次
Samsung 啦，透過呢個 AI 晶片去加強翻嗰個 8K 嘅 upscale 嘅效果咧，係令到大家啦可以咧喺睇緊一啲 4K 或者甚至係 Full HD 嘅內容咧，都有一個咧類近呢個 8K 嘅體驗啊！咁其實咧今次試呢個 QN98D 同佢之前啦試佢哋嘅 Leo QLED 8K 電視啦，都有啲接近嘅地方，就係咧真係去睇一啲 8K 嘅 native 內容，即使喺 YouTube 上邊提供嘅一啲壓縮嘅 8K 啦都好，我都會覺得咧真係仲會有一個 wow 嘅效果嘅，即係真係有一個好驚訝就係8K 嘅內容真係可以咁 sharp 同埋咁細緻。如果細心去分辨嘅時候咧，8K 同 4K 嘅原生內容啦，都始終咧仲有輕微嘅差距嘅。咁啊，只可以寄望就將來可能真係有更多嘅 8K 嘅內容出現咧，就可以令到啦呢啲 8K 嘅電視嘅畫面嘅潛能咧就發揮到最極致啦。咁另外一個留意到嘅地方咧就係咧而家 YouTube 平台上邊提供嘅 8K 內容咧開始啦，亦都有一個 8K 60Hz 之餘啦，仲有一個 HDR 可以顯示到嘅。咁而呢個表現亦都係咧喺 QN98D 裏邊亦都可以支援得到。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如果真係入手咗呢部 Leo QLED 8K 嘅時候咧，都不妨可以喺 YouTube 度揾一啲呢啲 8K 嘅 HDR 去感受下，究竟 8K 喺 8K 嘅電視上邊可以出到點樣嘅效果啦。好啦，咁之後咧就有一個叫做 RealDepth Enhancer Pro 嘅功能啦，主要就係改善到嗰個人物同個散景嗰個深度，又或者我哋影相或者拍嘢會講嘅似景深啦。呢個效果咧，今年我就會覺得咧，真係的確，無論係受惠咗佢嗰個黑位嘅改善，令到個立體感好咗之外，佢呢一個功能都係真係令到咧，無論你睇緊足球，有啲大頭嘅球員嘅 close up，又或者係有啲清談節目，又或者係一啲電視劇，都係有啲人頭比較大嘅畫面嘅時候咧，都會 feel 到咧，其實嗰個景深效果係強咗嘅。佢人物嗰個近鏡嘅立體感的確係咧有一個幾明顯嘅提升。咁我覺得咧呢樣嘢咧都受惠咗喺呢一粒晶片上邊嘅提升嚟嘅。咁而大家要記得啦，呢一啲影視內容其實好多時咧都係睇緊個演員點樣去講對白，或者點樣去表現嗰場戲。咁所以呢啲畫面咧其實都幾多嘅。有呢一個嘅改善啦，對於整體個畫面質素嘅提升咧，咁都係咧一個幾好嘅功能嚟㗎。咁今次都係睇緊一啲50Hz 嘅體育節目為主啊！咁而家其實未來你要睇歐洲國家杯好，或者奧運都好啦，咁我預計咧都會係一個50Hz嘅內容嘅。咁然後啦，永遠我電視機一般嚟講都一定會 turn off 嘅一啲 motion 嘅 enhance 嘅功能啦。咁 Samsung 咧就會自己叫做圖像清晰度嘅設定啦。咁今次咧我就專登去測試下開咗之後會點啦。咁我會發現咧有兩個地方咧都幾大嘅改變嘅。咁第一就係真係成個畫面嗰個穩定度咧係強咗啦。即使睇緊50Hz，然後加埋呢一個開咗 auto 嘅 enhance 嘅功能之後咧，移動嘅畫面咧係穩定咗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啦。無論睇緊足球又好 F1 又好或者 NBA 都好啦，咁其次就係咧，你係會發現一啲細位睇 F1 其實幾明顯嘅，賽車個車轆咧，你係開咗之後咧，真係比起以往嚟講咧，睇到個紋理嘅清晰度係提升咗嘅。呢個咧就係佢哋 AI 晶片其中一個着墨嘅地方，同埋係新增咗嘅功能，就係喺呢啲細位度咧，有一個相應嘅 enhancement。咁另外咧就係今年啦，佢自己一個好重要嘅 AI 自定功能啦，喺我呢一刻拍緊呢條片嘅時候咧，暫時都未有 firmware update 做到嘅。如果真係做到咧，或者如果嗰個效果係理想嘅話，我覺得咧都真係對電視機嚟講一個好智能嘅功能嚟㗎。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係非常之期待呢個功能將來嘅出現嘅。希望咧 firmware update 咗之後，我實試到咧，再同大家可能有一條短片咁樣去俾大家咧了解翻呢一個功能嗰個實際嘅效果係點啦。好啦，咁啊，今日 Samsung 呢個 QN98D 嘅 review 咧，就大上講到呢一度啦。中意我哋拍片嘅朋友，俾個 like，未訂閱 channel 可以撳訂閱。咁我哋之後咧撳埋右邊嘅鐘仔，我哋有新片咧就會通知大家噶啦。咁嚟到2揀1嘅時間啦 ，Samsung 咧而家咧就有 Leo QLED 都有咧佢哋 OLED 電視啊。咁如果喺同一個 budget 之下，你會揀邊一樣多啲咧？同埋個原因係邊度咧？咁啊可以咧大家發表下唔同嘅意見啦。咁我自己覺得就真係因應你自己嘅需要、尺寸同埋使用習慣啦。咁我都會覺得的確今次嘅 Leo QLED 喺個黑位嗰個表現上面，我係自己十分之滿意噶。咁有興趣嘅朋友咧，都不妨咧可以去唔同嘅零售
售商啊，又或者咧唔同嘅連鎖店裏邊啦，親身體驗下呢一部電視機嗰個效果啦。咁今日咧大致上講到呢一度，下條片再見，拜拜。